真是气死了！还记得前2天我说的那个被学生联名举报的川大博导王竹青吗？这四川大学的处理结果终于出来了，结果仅仅是降职，连个开除都没有啊！全网都炸锅了，这哪是处罚呀？这分明是罚酒3杯！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个事儿，好好扒一扒日本对咱们的渗透到底已经到了什么程度。那咱们先来复盘一下这起让全国人民都感到意难平的闹剧。就在前2天，四川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爆了个大雷，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竹青被自己的亲学生们联名举报了。这可不是什么简简单单写封信啊，那是整整83页的 PPT 啊，图文并茂，铁证如山。这学校一查，好家伙，学生说的基本上都是实锤。这按理说这么多罪行啊，哪一条不够把他给踢出教师队伍呀？哪一条不够把他给送到局子？结果呢，2月14号处理结果出来了，降岗，从特聘研究员降为副研究员，停招，暂停几年的招生资格。完了呀，这就完了呀，这叫什么处理呀？这简直就是保护性惩罚呀！这能服众吗？这能平民愤吗？难怪这个网友们都在质疑，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伞？到底是谁在保他？为什么不敢开除啊？为什么不敢移交司法？这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态度啊，简直就是对师德2字的公开羞辱。但是各位，咱们如果只盯这个学校的处理结果，那格局就小了。这个事儿最让我细思极恐的不是他贪了多少钱，而是他的身份和立场。就是这位王大博导，他不仅曾在日本留学，而且本人及其家属居然拥有日本的永住权。也就是说人家早就给自己留好后路呀，在这个中国捞够了钱，随时拍拍屁股就能回日本养老。这更可怕的是他平时的言论，在公开场合他多次发表亲日贬中的言论甚至扬言大不了回日本。这种人拿着国家的顶级经费，占着高校的重要岗位，掌握着核心技术，心里却向着日本，这叫什么？这就是当代的汉奸啊！这就是潜伏在咱们内部的定时炸弹。你再看看现在网络上那些妖风前几天一个关于日本的视频下面，总有一些今日在下面洗地，日本是唯一一个敢向美国开战的国家，有骨气，日本单挑5场，虽败犹荣，再打100次，俄罗斯也赢不了日本。听听哦，这些话是正常的中国人能说出来的吗？这明显就是有一股力量在有组织有预谋的美化侵略，洗白战犯，扭曲历史。那王竹青这个事绝对不是个例它只是冰山一角，露出了一点点黑色的尾巴。这不得不让人联想，日本对中国的渗透到底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咱把这个时间轴拉长一点大伙儿还记得甲午战争吧？那场仗打输了，咱们大清朝连本带利赔了多少银子呀？2.3亿两白银啊！那是咱们老祖宗砸锅卖铁，甚至把骨头渣子都榨干了才凑出来血汗钱。那大家都知道这小日本拿这笔钱去买军舰造大炮，准备下次接着揍咱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还从这笔巨款里抠出了一部分，看了一件特别阴损的事儿。1898年，日本拿着咱们赔的钱，在这个上海搞了个东亚同文书院，他们把这个叫慈善，叫助学。在这所学校里他们不教你怎么强国，而组织学生搞这个大旅行。这群拿着日本奖学金的学生，深入到咱们中国的四川、云南、湖南，把咱们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摸得比咱们自己人都清楚。那后来这个抗战爆发日军手里拿的地图连咱们村口哪个树上有个鸟窝都标得清清楚楚。那都是用咱们赔的钱培养出来的眼线，一脚一步量出来的。用中国人的钱培养盯着中国人脑袋的狼，这招以华制华的毒计从那个时候起就埋下了。也许有人说，那都是老黄历了。你要是这么想那可真是太天真了。现在的日本人手段早就升级了，日本那帮右翼分子太清楚了，要想搞垮现在的中国那光靠几艘破船是不行的。
必须从哪里下手？从年轻人下手，从咱们的下一代下手。那他们要做的就是把咱们中国人的魂儿给抽走，换上他们的鬼。这几年呢，日本外务省的预算里有一笔钱年年涨，名目叫战略性对外传播，说人话就是收买知识派。他们在中国的高校学术界设立各种名目的奖学金、交流基金，他们专门盯着咱们名校里的高材生、年轻学者，给你们高额的奖学金，邀你们去日本学术访问。到了日本那是好吃好喝的伺候着，给你荣誉，给你头衔，给你钱。对于那些还没有见过世面的穷学生来说吧，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但是这饼里有剧毒拿了钱你就得办事有的项目竟然在这个条款里暗示，甚至明文要求获奖者必须去参观靖国神社，还得去听那些什么右翼学者讲他们那套被篡改过的历史。这叫什么？这是逼着你认贼作父这叫逼着你给鬼磕头。你拿了我的钱，你就得拜我的战犯。等你习惯这套逻辑等你回了国当了教授，当了博导，那你就成了他们在中国的扩音器。于是咱们就看到了像王竹青这样的人拿着中国的工资拥有日本的永驻权，在这个讲台上公然给学生洗脑，说什么大不了回日本。于是呢，咱们就看到了读教材里中国孩子被画成弱智猥琐的样子，而这日本元素被画得高贵美好。这哪是画画这就是在给孩子们下精神毒药他们就是想让咱们的孩子从小就觉得中国是不行的，日本是高级的，爱国是土鳖的，今日是洋气的。如果这一代孩子都这么想，那咱们这5000年的脊梁不就断了吗？更让我恨得牙痒痒的是那些已经爬到高位的双面人。这个不是我瞎编这都是有血淋的教训的。前几年抓那个案子，大伙儿还记得吧？就是说有个曾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回国后呢混得风生水起，进入了咱们国家重点高校的关键科研团队。国家信任他给他经费，给他实验室，这本来吧是报效祖国的好机会。可是他干了啥？他竟然将团队正在攻关的新型稀土提纯工艺的实验进展，像蚂蚁搬家一样持续不断的传给了日方。稀土那是咱们国家的工业维生素是咱们手中的王牌战略资源那项提纯技术是咱们多少老科学家熬白了头才搞出来的核心机密有了这个技术，咱们就能卡别人的脖子。那没了这个技术咱们就是卖土的。就这么一个核心技术被这个软骨头为了那点日本人的顾问费，为了那点蝇头小利给卖了，卖得干干净净当这个日本那边拿到了数据立刻申请了专利反过头来封锁咱们的时候，这个内鬼正拿着卖国求荣换来的钱，在这个日本买房置地，过着逍遥日子。这跟当年的汉奸卖国贼有什么两样这比当年的皇协军还要坏100倍，因为他卖的是咱们国家的未来那现在呢，出了这个王竹青，学校仅仅是降职，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告诉所有人只要你书读得好，哪怕你的心也是向着日本的，哪怕你侮辱祖国我们也能保你饭碗。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种人不清除出队伍，留着过年吗？教育阵地如果失守了，咱们造出再多的航母那将来开航母的人心如果不在这里，那有什么用除了这些在这个讲台上喷毒汁的文化间谍，那些在荒郊野外跑的实地间谍也从来没停过。他们最擅长伪装成什么游客、学者、环保人士给大家讲个真事就在前几年，大概是2017年左右，有那么6个日本人打扮成这个游客模样，背着登山包，说要去我国的内陆某地考察温泉资源。嘿，你听听这个理由你去长白山考察温泉我信，你跑到咱们的内陆军事禁区边缘找什么温泉那个地方连鸟都不拉屎。他们租了一辆出租车，上车也不说话手里还拿着一些奇奇怪的仪器，这眼睛滴溜溜的往窗外看。幸亏咱们那位出租车司机师傅那是老江湖，警惕性高。这个师傅一边开车一边透过这个后视镜观察他心里犯嘀咕这帮人不对劲儿，既不看风景也不找饭店，
专门往那个荒山野岭啊有铁丝网的地方蹭。而且他们手里那个 GPS 啊，看着比我车上这个高级多了，还带天线的。这个师傅啊，那是越想越不对，这哪是游客呀？这分明是狼啊！但是他没声张啊，表面上乐呵跟他们聊天，稳住他们。等到了一处有信号的地方啊，这个师傅啊找了个借口下车撒尿，那反手就是一个电话打到了国家安全机关。喂，我要举报我车上拉几个鬼鬼祟祟的人。那相关部门的动作那叫一个快啊，直接设卡拦截。一查，果然这6个人手里拿的是军用级的高精度测绘设备。这哪是考察温泉呀，这就是来非法测绘的。他们测绘的数据精度啊达到了20厘米。这种精度的数据有什么用呢？那都是能直接输入到巡航导弹里的呀。这要是打起仗来，咱们的隐蔽基地在哪儿，弹药库在哪儿，人家是清清楚楚。你想想啊，如果不是那位的哥机智啊，如果不是他多长了个心眼儿，这份数据啊，一旦被带回日本，咱们的国家安全防线得被凿开多大一个口子啊！那说了这么多，大家心里面是不是堵得慌啊？从这个100年前的甲午赔款到今天的教授降职，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且一直啊就在我们身边，从来都没停过。那对于这种罚酒3杯的处理啊，我们绝不答应，我们必须盯着，必须严查。像这种啊，手里面拿着外国绿卡、心怀鬼胎的双面人，发现一个就要清除一个。最后啊，我想送大家一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万万不可无。以后啊，咱们在生活里啊、工作中，若是碰到那些莫名其妙来搜集数据的，在那边阴阳怪气过去历史的，别犹豫啊，多长个心眼儿，该举报的举报，该斗争的斗争。咱们的家园啊，咱们自己守。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那对于这种渗透现象，你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哦。我是香兰，我们下期再见。